见过会吃人的猪吗？午夜12点半，业主群里501突然发了一条消息：楼里进了一只会吃人的大黑猪，千万别开门。大家嗤之以鼻，嘲笑他疯了，开什么玩笑？只有人吃猪肉喝猪汤，哪有猪吃人的？我也跟着调侃，让他来我家，我正好缺炖猪排骨当夜宵。501却立刻艾特我，快跑，他朝你家去了。我冷笑，觉得无聊透顶。直到门外传来咀嚼声，透过猫眼，一只体型巨大的猪正叼着半块银肉。它忽然抬头，直勾勾盯着我。它像是知道我在门内似的，一边咀嚼着嘴里的银肉，一边直直地盯着猫眼，那眼神诡异的要命。我的心跳都几乎漏了一拍。即使门外的光线昏暗，可我依旧通过它大致的轮廓看清了，此刻站在我门口的真的是一只猪，还是一只又黑又胖的家养猪。它站着一动不动，乌黑的嘴筒上还沾着很明显的血迹，只有一双眼睛透过猫眼死死地盯着里面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想起奶奶小时候在喂猪时给我讲的民间传言。她说：牛儿，你记住，猪是会吃人的。我说的不是山上的野猪，是家里养的白猪。奶奶教你怎么区分会吃人的猪啊，你就往那儿猪圈一看，别的猪都在认真吃饭，唯独有一头猪，它就这么抬头直勾勾地盯着你。那这头猪就不是一只普通的猪了，它是一只会思考的猪，它在思考着怎么把你吃掉。那时候我只把这些当作笑话听，毕竟就连那时还只是小学生的我都很难相信，那种只会吃睡哼哼叫的大肥猪会吃人。可此刻对上门外那双眼睛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奶奶曾经说的那些话或许都是真的。我心里一阵恐慌，刚想往后退，下一秒，门外的黑色身影突然猛地撞向我家大门，整扇门都在震动。我踉跄着后退，差点摔倒。那大黑猪又撞了一下，这次力道更大，我甚至听见了锁芯强烈碰撞的声音。我忍住已经到喉边的尖叫声，捂着嘴巴跑进房间，躲在了衣柜里。好在我安的是防盗门，一头棕熊或许能有撞坏门的能力，可门外的这只只不过是一只家养的大黑猪，它就算再怎么厉害，也不至于有能撞坏防盗门的能力。趁着这个时间，我赶紧拿出手机准备报警。我不敢发出声音，只能用短信给110报案。为了让其更有信服力，我编辑报案短信时，将作案动物猪换成了有巨大杀伤力的野兽。警方响应得很快，让我躲在家里不要动，他们很快就来。可我知道，我们这儿的小区太过偏僻，就连离这里最近的派出所，最快的速度也需要40分钟才能赶到现场。可门外的毕竟只是一只猪而已，我只要好好躲在家里不开门，就不会有事的。就在我松了一口气，以为只要待在原地安静等警察来就好时，下一刻，随着砰的一声巨响，我清晰地听见了锁芯断裂的声音。这怎么可能？我这新换的防盗门可是90毫米厚的新合金钢板门，一只家猪怎么可能撞得开？如果这头猪连防盗门都能撞开我这木质的房间门，岂不是轻而易举？我紧缩在衣柜角落，紧张的冒汗。而就在